不少人以為佛羅倫薩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有米開朗基羅、達芬奇和那些驚豔世界的藝術品。但問題是，為什麼偏偏是這座城市孕育了這一切？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多數城市要麼被王權統治，要麼被教會統治，而佛羅倫薩卻長期由商人、行會和市民共同博弈，沒有帝國的庇護，也沒有絕對的權威。正是在這種不穩定甚至混亂的環境中，佛羅倫薩人學會了在不斷失敗、不斷妥協中，慢慢塑造出藝術和現代的文明。我們的這次旅行從城市的入口新聖母大殿開始，到北花大教堂的穹頂，再到權力滲透的聖羅倫佐，再到市民政治的廣場，回望自身的高地，以及那條既帶來財富也帶來災難的阿諾河，來探討一個問題：什麼是佛羅倫薩的靈魂？一、新聖母大殿。從佛羅倫薩火車站一出來，就可以看到巍峨的新聖母大殿，它是多米我會在城中的大本營。這座建築其最著名的正立面由天才建築師阿爾伯蒂將中世紀哥德式下部與文藝復興風格的上部統一起來。薄伽丘的巨著《十日談》的開篇正是設定在1348年黑死病席捲佛羅倫薩時，7位少女和3位青年在新聖母大殿內相遇，決定逃離瘟疫，前往郊外。文學上第一次認真地談起如何好好活着。教堂內部，馬薩喬的聖三位一體首次用科學透視描繪神聖空間。這幅畫下面刻着一句冷酷而殘酷的文字：我曾是你，你將成為我。他把死亡、時間與信仰直接擺在觀者的面前，沒有安慰，也沒有神秘。這正是新聖母大殿的精神內核，讓信仰變得可被理解，而不是只能敬畏。新聖母大殿象徵着佛羅倫薩邁向文藝復興的第一道理性入口。二、聖母百花聖殿。想理解佛羅倫薩，必須從百花大教堂開始。它不是一座單純的宗教建築，而是一座城市向世界發出的豪言壯語。13世紀末的佛羅倫薩靠羊毛、銀行和行會制度迅速崛起，財富帶來的不僅是金錢，更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這座城市不再願意仰視羅馬，不再甘心做神權的附庸，他要為市民建一座前所未有的大教堂。1296年，百花大教堂動工，名字中的百花既象徵聖母，也指向佛羅倫薩晨輝中的百合花。宗教信仰與城市身份被第一次牢牢地綁在一起，這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蹟。它由主教座堂、穹頂、橋頭鐘樓和聖諾旺洗禮堂4部分組成。大教堂的外牆採用了白、綠、紅3種顏色的大理石，這種配色不僅是美學追求，更象徵着信仰、希望和慈善。看似華麗，實則冷靜而理性。它拒絕了哥特式的陰鬱，而強調次序、比例和可理解的美。這正是後來文藝復興精神的雛形。穹頂，15世紀初，大教堂已經蓋好了，但頂上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圓洞，因為沒有人知道如何建造一個直徑達45米且不使用木質支撐架的穹頂。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通過一個立雞蛋的小實驗，他把雞蛋底部敲碎，使其立住，說服了評委，拿到了合同。他參考了羅馬萬神殿的構造，獨創了魚骨形、磚塊排列法和雙層合體結構。1436年穹頂完工，這被視為文藝復興真正意義上的起點。
喬托鐘樓。1334年，著名畫家喬托被任命為建築大師，他設計的鐘樓極盡華麗，佛雕描繪了人類的創造發明、行星、美德和藝術。喬托在鐘樓完工前就去世了，為了減輕重量並增加穩定性，後來的建築師改變了喬托最初的尖頂設計，形成了現在的平頂。提底堂，這是城中最古老的建築之一，曾被誤認為是古羅馬的神廟。羅倫佐·傑貝爾蒂花費了27年時間鑄造了提底堂的東門。這些青銅門用透視法講述聖經的故事，把聖經故事變成了被人理解的歷史敘事。米開朗基羅看到後驚嘆道：“這簡直是通往天堂大門。”從此，天堂之門的名字流傳至今。這座佛雕標誌着從中世紀藝術向文藝復興寫實風格的一個飛躍。百花大教堂的建築群整體告訴我們，這不是信仰的勝利，而是城市市民與工程和藝術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3. 聖羅倫佐大教堂。15世紀的佛羅倫薩，表面上看仍是共和國，實際上卻逐漸被一個銀行家族掌控。美第奇家族把教堂安置在靠近市場、遠離政治象徵中心的聖羅倫佐，這樣既可以融入市民生活，又避開過度炫耀。這裡成為他們洗禮、婚禮和葬禮的場所。你會發現，這個教堂的外牆至今還是粗糙的磚石。聖羅倫佐的未完工並非缺乏野心，恰恰相反，米開朗基羅曾為他設計過一座足以震撼整個意大利的立面，但隨着教皇更替、資金中斷和政治鬥爭，這個計劃被永遠擱置。這種未完工狀態成為文藝復興最真實的注腳。理性、藝術和權力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不斷被打斷、被妥協的過程。走進教堂內部，布魯內萊斯基用數學比例和次序感創造出一種完全不同於中世紀的空間。這裡不再讓人恐懼神，而是讓人理解世界。而在教堂後方，美第奇家族禮拜堂的巨大穹頂則展示了權力最終的歸宿，極盡奢華，卻無法掩蓋時間的冷漠。米開朗基羅在新盛期時雕刻的晝夜晨暮四座人體雕塑，並非歌頌家族榮耀，而是在提醒時間終將吞噬一切的權勢。米開朗基羅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而且還是偉大的愛國者。他在54歲時參加了保衛佛羅倫薩的戰鬥，曾受命為軍事建築總工程師。佛羅倫薩戰敗後，他流亡外地，受到通緝。新教皇里奧10世提出赦免的條件是為美第奇禮拜堂做雕刻裝飾。為了藝術，他忍辱負重，回到了佛羅倫薩。大師在59歲時完成了美第奇禮拜堂的這兩組塑雕，晨和夜為女性塑雕，晝和暮為男性。意大利詩人喬凡尼為這些傑作感動，他寫道：夜之含笑正安眠，天手點石化靈仙，生辰猶藏生命火，一生輕喚便開顏。米開朗基羅對友人詩做了如下應答：石頭無知猶勝眠，酣睡已是人間仙，邪惡滿眼無須見，莫喚吾醒且輕言。聖羅倫佐因此成為佛羅倫薩最誠實的一處空間。它沒有完美的外表，卻把這座城市的野心、宗教、理性與虛無這些感情真實的記錄在石頭之上。4. 共和國廣場。這裡你看到的是寬闊的空間、整齊的拱廊、
咖啡館和旋轉木馬。但在2000年前，這裡曾是佛羅倫薩最古老的區域。在古羅馬時期，這裡是城市的論壇，即兩條主幹道的交匯點。這裡是政治裁決、商業交易和公共生活的中心。進入中世紀後，這裡演變為共和國時期最嘈雜、最現實的市場區。權力不在宮殿，而在市民的交易與協商之中。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這裡也曾是繁亂的舊市場和猶太人隔離區。19世紀末，佛羅倫薩曾短暫作為意大利王國的首都。為了彰顯大國首都的現代風貌，政府推行了城市美化，拆除了大量中世紀古蹟。廣場中央的豐饒之柱並非古代遺物，而是為了標記這次徹底改造而建。它像一根時間坐標，提醒着人們，城市看似向前，其實一直站在舊文明的地基之上。廣場上那座宏偉的凱旋拱門上寫的一句話，大意是：古老的醜陋在新的刺激中重生。雖然廣場變得整潔現代，但許多歷史學家和當地人卻為失去了中世紀靈魂感到惋惜。20世紀初，這裡成為文學家和藝術家的聚會地。著名的紅上衣咖啡館是未來主義文學運動的發源地。5. 領主廣場。領主廣場自10世紀以來一直是佛羅倫薩的政治中心。著名的舊宮作為市政府駐地坐落於此。早在羅馬時代，這裡就是城市的市政中心。與歐洲許多王權或教會主導的城市不同，佛羅倫薩在很長時間裡是一座由行會和商人控制的共和國，權力不靠血統，而靠財富、聲望和政治博弈。領主廣場正是這種制度的空間表達，在這裡市民討論稅收、戰爭、法律、政治，並非神授，而是協商的結果。1497年，極端修士薩弗納洛拉在此發動了虛榮的篝火，焚毀了無數有着自由精神萌芽的藝術品。然而諷刺的是，1年後他自己也被判為異端，在廣場上被處以火刑。薩弗納洛拉的死迎來了佛羅倫薩的文化繁榮。米開朗基羅的大衛象徵着佛羅倫薩共和精神對抗強權，而海神噴泉則是為了慶祝美第奇家族海上權力的擴張。切利尼的赫拉克勒斯斬殺卡庫斯似乎在警告政敵。正因為如此，佛羅倫薩的政治極度不穩定，家族鬥爭、派系衝突、放逐與驅散不斷上演。但也正是在這種不穩定中，公民個人的覺醒意識被不斷強化。廣場一角的烏菲茲美術館上方隱藏着一條空中瓦薩里走廊，這是美第奇大公為了在政局動盪時不經過街道就能安全地往返於辦公地點和住所皮提宮而修建的秘密通道。19世紀意大利統一後，這片區域被大規模改造，中世紀街區被拆除，整齊的拱廊和咖啡館取而代之，看上去更現代，卻也引發了至今未停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文明進步，有人認為這是歷史的撕裂。站在這裡，你可能體會到民主並非浪漫的概念，而是一種長期拉扯、不斷妥協，甚至充滿撕裂的生活方式。6. 米開朗基羅廣場。離開共和國廣場那種貼近地面的市民空間，城市開始抬高視角，沿着阿諾河向南上坡。佛羅倫薩在這裡為自己建了一處審視自身的地方。從這裡看過去，聖母百花大教堂、舊宮鐘樓、聖十字教堂一字排開，阿諾河橫貫其中。廣場是為了紀念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基羅而建。原本計劃建造一座博物館，展示米開朗基羅的所有作品，在最終只樹立了廣場中央那尊大衛的複製品。從這裡
可以回望這座古城的壯麗與殘缺，你會發現佛羅倫薩沒有一座建築試圖壓倒另一座，穹頂、鐘樓、河流與街道彼此制衡，形成一種極其罕見的視覺次序。這不是偶然，而是數百年城市自治、權力博弈與審美選擇的一種必然結果。7. 阿諾河。阿諾河貫穿佛羅倫薩的身體，也貫穿着它的命運。沒有這條河，就沒有佛羅倫薩的繁榮。中世紀時期，羊毛加工、染坊、皮革、金匠全都依賴河水運轉，財富順水而生，也帶來了城市的自信與野心。阿諾河上最古老的橋是老橋，它最初是肉鋪聚集地，因為屠夫們可以直接把廢棄物扔進河道。後來美第奇家族嫌棄肉腥味兒，下令撤換成經營首飾鋪。二戰期間，德軍撤退時炸毀了阿諾河上除了老橋之外的所有橋梁。據說是因為希特勒非常喜歡老橋，使其成為河上唯一的幸存者。老橋上至今保留的金匠鋪是水能生財的最直觀見證。但阿諾河從來不是溫順的。1966年的洪水，河水淹沒了圖書館、教堂和博物館，無數藝術品與手稿面臨毀滅。災難發生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自發來到這裡搶救文物，被稱為泥巴天使。這次洪水不僅改變了城市的防洪體系，也改變了人類對文化遺產的理解。藝術不再只是國家的象徵，而是全人類共同的記憶。阿諾河因此成為一條雙重意義上的河流，它既創造文明，也考驗文明是否值得能被守住。8. 聖母領報廣場。廣場中心有一座費迪南一世的騎馬雕像，在廣場旁的格里芬尼宮有一個常年開着的窗戶，傳說有一位貴族女子在丈夫出征後，每日坐在窗邊等待，直到去世，窗戶也沒關上。後來據說關上窗戶，侍衛就會發現靈異事件，因此那扇窗戶至今常年半開。廣場一側是布魯內萊斯基設計的棄嬰養育院，這是歐洲最早的專門的育兒機構，也是第一座純粹的文藝復興建築。其連綿的圓弧形長廊極度優雅，上方裝飾着精美的藍色圓形陶瓷佛雕，描繪襁褓中的嬰兒。收養棄嬰，這在當時是一種革命性的觀點。城市第一次以制度化的方式承擔起對弱者的責任。廣場整體給人的感覺是安靜、克制、理性，卻充滿人情味兒。它象徵着文藝復興最深層的轉向，不再只關心神，也不只崇拜英雄，而是關注普通人。在這裡，佛羅倫薩完成了從英雄野心、宏大敘事到同情弱者的精神閉環。從百花聖殿的穹頂到聖羅倫佐未完成的立面，從共和國廣場的拆除與重建到米開朗基羅廣場的回望，從阿諾河帶來的財富與災難到聖母領報廣場的慈悲與同情，佛羅倫薩講述的並不是一個帝國如何崛起的故事，而是一座城市如何在不斷的試錯中學會與權力、信仰、理性和人性共處的故事。也正因為如此，這座城市同為真正成為帝國，卻意外地塑造了一個世界文明的窗口。似乎這也回答了視頻開頭我提到的問題。